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猪分享。节目的开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我很想知道大家一般购买一双实战鞋的预算是多少？所以麻烦屏幕前的你们呢，投自己平时会购买球鞋的价位段一票。老粉们应该都知道，我定期就会更新同一个价位段球鞋的横评节目。那这次投票票数最高的，也就代表需求也是最多的段位。那之后的横评节目呢，就会按照这个价格段位来挑选球鞋。回到今天的主题上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双11的部分战绩。今天的3双鞋总体来说呢是金大于喜的，而且都发售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将会着重讲他们的缺点和亮点，简单、直接、粗暴，最重要的是一如既往的真实，不留情面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一下3双鞋的基本信息数据对比。首先第一双名字很长的匡威 All Star BB Prototype CX， 入手它呢，首先是因为双11的价格非常低，我花了259就拿下了。其实它也是 MVP 大热亚历山大上个赛季上脚的球鞋，同时造型呢非常夸张奇特，让我很好奇穿起来到底感受如何。加上我也很少穿匡威的球鞋，觉得不会很贵，就买来拓展一下自己的球鞋图鉴。我手上这个呢，应该就是以雷霆队为主题的配色，整体的颜色搭配，还有鞋面和外底的雷电花纹呢，整体看起来就挺雷霆的。同时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直男和中二风的。鞋面材质也是很少见的，是这种很厚实的编织布料，延展性很低，鞋面的强度呢也是3双里面最高的。但是上脚一试呢，发现果然价格跳水是有原因的。穿上做了几个变相之后呢，我默默地放下了篮球，隔空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亚历山大敬了一个礼，同时流下了2行热泪，眼泪一半是被亚历山大一个赛季忍痛代言的契约精神所感动，另一半呢是脚踝被鞋帮硌的。这个鞋帮的设计和硬度在低重心小角度变向时，内侧靠后的位置非常的硌脚踝，这对我而言呢算是一个硬伤。其实鞋舌这里他都懂得开个 V 型的凹槽来避免卡脚，怎么两边就没有考虑到呢？其实前掌有一个内置的扇形纵气垫，位置应该是更靠近足中部的位置，但反馈呢并不明显。但因此呢，前掌的场地感是不错的，非常贴地。坏消息是后跟的缓震呢也是如此，是3双里面最弱的，大体重直接劝退。据说是用了自家的 CX 缓震材料，只能说脚感是平平无奇。两侧夸张的中底材料包边呢，确实让整双鞋的侧向支撑性拉满。看起来两边硬质的包边呢会有不好弯折和不太灵活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呢也没有这种情况。而且内部的填充还挺厚实的，特别是后跟的鞋舌这一段，包裹上贴合度、舒适度还算不错。这个会和外形上呢有点反差。另一个反差就是整个中底看着挺厚的，但其实重心也并不高。鞋楦和先驱1代有点像，就是刚好鞋带可调节范围截止的部分呢，突然收窄了很多。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微宽脚型呢，已经是极限了。大宽脚和高脚背是绝对不适合的。尺码呢，我觉得是正常的，跟李宁的43码呢是一样的。填充很厚实，透气性呢也很不透气，所以如果很喜欢这双鞋的外形，冬天买来压马路的话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实战方面呢，这个价格的实战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。如果能出个低帮的话，其实这个鞋就挺适合后卫穿的。但就目前这双鞋而言呢，反正我是不推荐的，所以就不多做介绍了。第二双，耐克的 GT Cut Academy。
这个鞋的销量还挺好的，穿它的人也挺多的，也是让我很好奇它到底好在哪里，所以就在双11的时候花了419的价格入手了一双。最初静态上脚试了一下，有点像莫兰特1代，静态的脚感呢有点相似，还以为会是一双性价比好鞋，但实战之后呢就改观了。主要有2个不足啊，首先是防侧翻，前掌的重心比较高，鞋面强度呢也不太够，也没有做明显的防侧翻设计，或者能把脚固定在鞋内的设计，特别是偏宽的脚型，脚稍微一往外移动呢，就已经超出整个外底的范围了，会带来侧翻的风险。另外在弯折点测试时呢，发现它的中段是可以对折的。因此我也去搜了拆解视频，结果发现呢，这双鞋竟然没什么人拆过。最终找到了一个国外博主的拆解视频，发现果然没有抗扭片，同时还意外发现它的中底呢用了2种泡棉，但是这个可以忽略啊，因为它的脚感呢根本没有因此变得有什么特别的，主要还是没有抗扭片带来的抗扭不足和弯折点靠后的问题。没有抗扭片的危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，比如足弓负担的加重。在频繁变向和急停中，没有抗扭片的球鞋会导致足弓负担加重。长时间穿着这样的鞋呢，进行高强度运动就可能导致足弓酸痛。然后就是造成弯折点靠后的问题，也可能会在运动过程中，足弓部位容易受到过度的拉伸和压力，导致足底的筋膜被过度拉扯，可能会引起足底筋膜拉伤。抗扭不足呢，也让整双鞋的稳定性雪上加霜。像刚刚提到的防侧翻不足呢，也有一部分是抗扭不足的原因。前掌有一块靠近外底放置的扇形气垫，脚感上呢却不是很明显，期待有澎湃脚感的朋友呢，可能就会失望了。其实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呢，我穿的时候脚感还挺不错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冬天气温变冷的原因，因为有些材料是会受温度影响变硬的。虽然脚感的反馈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不管是前掌的气垫呢，还是后掌的泡棉，整个中底的厚度还是摆在这里的。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所以缓震极限呢还是比较高的。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呢也有，因为前掌的重心也偏高，所以前后落差呢后跟几乎也是和前掌持平的，配合前掌后跟的适度上翘呢，前后的过渡也是非常流畅的，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都非常丝滑。但后续因为后掌材料的衰减呢，也大概率会出现前高后低的现象。灵活性也不错，前掌上翘之余呢，底旋也有做向鞋头的逐渐收薄，也是进一步增强了启动的流畅度。内侧边缘也是圆弧形加向前和向上的提拉设计，所以变向时的灵活度呢也是足够的。但整体而言呢，还是鱼不眼瞎，所以我还是没办法推荐这双鞋给你们，也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最后一双李宁预帅18 Low。我觉得它的定位和性能特点，还有适配人群上，有点像泵版的 HD 2018 Low。价格方面呢，我是2开的价格入手的，外观第一眼并不是很吸引我，但是这个白色呢，我觉得还行。这个白色也是巴特勒 P1 的白金配色，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竹金配色。因为我注意到了2个细节，就左脚内侧巴西国旗配色小标上写着里约，对应的是巴特勒参加并且夺金的里约奥运会。而右脚内侧呢，就是法国配色小标上写着巴黎。最开始巴黎奥运会的美国队集训名单上是有巴特勒的，后来应该是落选了，可能这是提前准备的奥运金牌配色吧。而最后呢，还是保留发售了。性能方面，这个鞋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万金油的，确实符合预帅团队鞋的定位。首先对缓震部分的考虑就可以看出来，是想覆盖更多体型的。全掌使用了泵科技之余呢，后跟是完全敞开的，因此泵的形变呢没有受到控制，脚感也得以充分释放。搭配圆弧后跟的设计，落地时跟地面接触后的过渡也是非常自然流畅的。而且整个中底的泵材料和外底也是做了一个外扩，搭配后跟一整个外置的泡棉加固，也解决了直接泵外露可能造成的后跟不稳的隐患。但可能需要担心的就是一个泵掉渣甚至撕裂的问题了。前掌也只在外侧做了包边加固，还是在更弹和更软之间，希望能偏软一些。一开始看图片呢，我以为只有外侧这块捏起来非常软的 TPU 做支撑，而恰巧呢，这种前后掌分区设计的球鞋呢，是非常依赖中间桥梁的刚性的。我还以为抗扭要翻车了，但果然呢，李宁是不会在这一项上翻车的。抽出鞋垫就可以摸到还有一块硬度非常高的内置 TPU， 叠加之后的抗扭呢，是完全在线的够用的。前后落差是一个偏明显的前低后高的状态，加上它还是一个前后掌分区的设计，那即使它在分区鞋里面呢，已经算是前后过渡比较自然的，但肯定还是没有不分区的，比如这双 GT Cut 简版来的自然。那这一点也表明这双鞋并不是完全针对后卫用户的。鞋面材质是工程网布加非常大量的 PU 贴片的加固，在舒适度、贴合度还有强度之间算是平衡的不错，没有哪一项会特别的拉胯。搭配外侧小部分外底上包和中段的 TPU 加固呢，防侧翻我也是给出一个及格的分数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抗扭片在这个侧向稳定上的作用还是很大的。从内侧有没有拧麻花式的翘起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但及格的评分对于频繁变相的极致变相党而言，可能就会感觉有点不太兜得住脚。前掌的启动感受也是不错的，前掌的重心比较适中，并不算贴地，同时能有一点缓震，脚感是非常韧弹的，轻体重落地呢不震脚，启动也不会泄力，同时也能感受到配合鞋头外底上翘位置，同时做了底旋的收薄，向前的过渡呢是非常流畅自然的，同时整个鞋头的内侧也是比较圆润的，变向时的灵活性也能得到保证。足弓支撑感呢也是3双里面最好的，足弓内侧有适中的内收和轻微的隆起带来的支撑感，同时又不会太激进。然后有2个小不足，一个是画蛇添足的最顶端鞋带孔的设计，它不是常规的从里面和外面贯通的鞋带孔，而是仅在外侧的 PU 贴片上开了2个洞，只能从这个贴片底下穿过去，导致鞋带孔之间的距离呢更远了，领口也变得更大了。踝部在运动过程中呢，包裹没有那么牢固贴合，另外整个鞋帮的高度也是非常低的，整个踝部灵活性很好的同时呢，会觉得锁定没有那么好，需要把鞋带系得非常紧，但打一小会呢又会变得有点松动，从而后跟呢会有轻微的滑动。其次呢就是耐磨，前掌的 GCU 这次非常软，比后跟的普通橡胶还软，实际磨损观察呢也是如此，所以耐磨呢也是比较差的一项。鞋面的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微宽脚型也可以穿，它外侧呢没有印制的包边，不会像这双匡威一样，如果稍有不合脚呢就会挤到很疼。尺码按照正常的李宁尺码购买即可。最后做下总结，很遗憾买了3双鞋，最终只有1双是值得推荐的。其中2双有比较明显硬伤的球鞋呢，我个人是不会推荐大家入手的。剩下预帅18 low 呢，我觉得比较适合风味摇摆人，那种比较全能的，样样都能来一点的打法的会比较适合。这双鞋的穿着门槛比较低，也不用怎么磨合，穿上就能打，同时也不太挑体型。2开的价格，即使耐磨不太好呢，也不会特别心疼。2开段位里面确实是一双比较能打的球鞋了。如果你是想要一双性价比口粮鞋的话，你是可以考虑入手的。这些呢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打算自己穿的球鞋，肯定不会刻意浪费钱买回来黑一下。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呢，也多多点赞支持一下真实的测评。GT Car Academy 这鞋能卖那么多，不得不说真是我们消费者惯出来的。首先你可以说这双鞋没有抗扭片就是好穿，我不反驳你，但是加了抗扭片难道不是更好吗？没记错的话，其他的品牌呢，抗扭片都是最基本的配置，而耐克自家多数的球鞋呢，也是有抗扭片的鞋。如果你说这双简版好穿呢，我不跟你争，但是别的品牌都有的，包括耐克的标准也是会有的抗扭片，你就不能少给我？你的价格也没有比其他人便宜，难道真的是为了这个勾买单吗？为什么耐克敢经常这样做呢？还不是因为他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买单，所以才有恃无恐的。最後想說一句，和稀泥式的測評呢沒有意義，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真實的聲音。歡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間講拜拜。那這一期的分享就到這裡了。如果喜歡本期節目呢，可以點讚關注，甚至過分一點給我一個1鍵3連。那最後感謝你們的收看和支持，我們下一期再見。